扫毒风暴的人物原型刘昭华到底有多疯狂？从小成绩优异的他，不仅在参军入伍之后很快就成为了排长，而且在退役之后还成为了老家当地的一名法警。然而，就是这么完美开局的他，却选择从法警转业，不仅下海开启了走私公司，而且还沾染上了毒品生意，并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毒枭。在好友陈文印的介绍下，刘昭华了解到1克冰毒的价钱竟然比黄金还要贵，视钱如命的他立马投入到了制毒行业，并且凭借自己的化学天赋，很快就研发出了用苯丙酮代替麻黄素的制毒技巧，不仅成本更低，纯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8%。只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最后的结晶过程并不顺利。刘昭华制造出来的只是一批粉末。为了能够制造出真正的冰毒，刘昭华找到了西安的一名退休化学教授，打着研发减肥产品的名义，请求对方苯丙酮的结晶问题。由于刘昭华在化学方面非常有天赋，所以老教授并没有起疑心，真以为他是在研究减肥药。而在老教授的帮助下，刘昭华也很快克服了苯丙酮结晶难的问题。1996年5月，刘昭华首次制造出了30公斤新型冰毒，并把它交给了好友陈文印销售。由于知道国内的缉毒力度，所以刘昭华坚持要求陈文印不能在国内卖，只能销往国外。起初陈文印听从了刘昭华的建议，但他很快就在金钱的利益驱使下把货卖到了国内。新型毒品的出现也立马引起了国内缉毒警察的注意，没过多久就把陈文印给抓获了。而在审讯之下，陈文印也不出意外地供出了刘昭华。而另一边的刘昭华在知道陈文印被抓之后，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于是抛下妻女一个人就逃跑了。而警方也在制毒窝点找到刘昭华用来制毒的器具，以及他和老教授的交流信息。在老教授的确认下，警方终于确定这款纯度高达98%的新型毒品就是由刘昭华研发的，于是对他进行了全国通缉。至于逃跑的刘昭华，在挥霍完所带的钱之后，找到了广东普宁的前辈陈炳熙，并在他的资助下继续研发冰毒。在巨大资金的支持下，刘昭华短短2个月时间就产出了1吨冰毒。但是这样刘昭华还不满意，他真正的梦想是建造一个可以日产10吨的超级毒品王国。于是在陈炳熙的帮助下，刘昭华前往了宁夏银川，并在那里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冰工厂。不到1年时间，就又制造出了30吨冰毒，成功获利2700万。同时，伴随着新型毒品的泛滥，警方也开始加紧了对刘昭华的追捕。终于在1999年找到了陈炳熙的踪迹，并顺利将他抓获。而在他名下的一间仓库里，警方也发现了还没有来得及销售的12吨冰毒。这起数量巨大的冰毒案是当时最大的毒品走私案，刘昭华也因此被称为了世界第1毒枭。事后在陈炳熙的供认下，警方终于获悉了刘昭华的真实画像，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全国通缉。而等到警方再一次有刘昭华消息的时候，对方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，并准备在桂林地区投资建厂。但伴随着通缉令的发出，刘昭华很快就无处遁形，只能逃回福安老家。而在那里，警方早就准备好了一副镣铐，正等着刘昭华自投罗网。2003年12月，被警方逮捕的刘昭华依法被判处了死刑。至此，这个从法警沦为最大毒枭的化学天才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结局。